随着上周西门子 Mental、Cadence、Synopsys 相继暂停了 EDA 软件对话的技术支持与升级服务，目前整个半导体行业是草木皆兵的。虽然用于成熟制程的 EDA 软件后续可能会开放，但是针对高阶高性能计算芯片所需的工具，这块大概率还会进一步的收紧，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更先进制程的研发效率。关于 EDA 软件的重要性我曾经做过多期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看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新的问题从这几天半导体设备 HBM 高带宽内存、NVMe 等高阶 GPU 的禁售，到近期大飞机引擎 EDA 电子自动设计软件的断供，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个领域可能会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封锁的现实目标呢？毫无疑问，直接阐明我的观点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到 FPGA， 特别是中高端的 FPGA 芯片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轮重点关照的对象。那么什么是 FPGA？FPGA 芯片为何如此重要呢？ FPGA 的国产化进展如何呢？我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准备呢？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科普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什么是 FPGA？FPGA 全称是线场可编程门阵列，又称万能芯片。顾名思义它与我们常见的 CPU、GPU、NPU 不同， FPGA 并非为单一功能而设计的固定芯片，而更像是一块空白画布，其核心架构基于可编程逻辑单元，比如查找表和灵活的互联网络，允许用户通过硬件描述语言进行编程，动态配置电路功能，从而实现从基础逻辑运算到复杂级系统任务的多样化设计。历史上FPGA 是由天才工程师 Ross Freeman 于1984年发明的。在当时Freeman 一直坚持认为，除了标准固定功能的 ASIC 器件之外，一定存在着一种更好的、更经济高效的芯片设计方法。随着1985年全球首款商用 FPGA XC2064 的问世，标志着可重编程硬件时代的开启。XC2064 拥有着85000个晶体管、64个可配置逻辑块和58个 I/O 块，但受限于当时晶圆制造的技术水平和高昂的成本，早期的 FPGA 一直只在交合逻辑领域使用。直到90年代初， FPGA 突破了门级数的限制，才开始逐渐脱离交合逻辑的场景，逐步替代 ASIC。 最典型的产品就是 XC4000 系列，它首次集成了嵌入式 RAM 和 DSP 功能，使得其在无线通讯基础设施、工业控制等领域崭露头角。随后1999年 AMD 推出的 Spartan 系列问世，功能从基础逻辑扩展到了嵌入式系统、高速接口，更为消费领域高量产应用提供了更具成本效应的 ASIC 替代方案。在这期间， FPGA 的出现其实也间接催生出了 Fabless 无晶圆厂的商业模式。就像 Freeman 曾经说的，人们无需过于关注芯片制造，只需要专注于愿景、设计技能与 FPGA。 这也大大降低了整个行业硬件创新的基础门槛。时间来到了2015年之后随着以 AlexNet 为代表的神经网络模型的问世，包括引入了专用的 AI 引擎和 NOC， 标志着FPGA 开始深度融合 AI 加速的能力，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力。特别是在近期，随着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 FPGA 如今在 AI 推理领域也开始泛化出了第二春。从当初 XC2064 8.5万个晶体管，到如今最先进的赛灵思 VP1902 1380亿个晶体管，逻辑单元从当初的64个增加到了如今的1850万个。这种巨大的飞跃使得 FPGA 目前在电信、数据中心、汽车工业、无人机、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中无处不在，成为了关键的基础芯片。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感冒，喉咙有点嘶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FPGA 目前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的呢？是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科技竞争中芯片半导体就如同神经元一样，从智能手机到超级计算中心，它无处不在。这些芯片大致可以分为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其中数字芯片主要负责处理数字信号，约占目前整个半导体市场的 70% 左右。数字芯片进一步可以细分为处理器、逻辑和存储三大类，其中在逻辑芯片中 FPGA
是可编程的逻辑芯片。应该说在半导体产业链中， FPGA 扮演着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它介于通用芯片与专用芯片之间，提供了一种既兼顾灵活性和高性能的解决方案。尽管 FPGA 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仅占逻辑芯片市场的约 5%， 且市场规模大概只有100亿美元左右，大概是微处理器的不到1/10。但事实上呢，这丝毫不能削弱 FPGA 在许多领域不可或缺，或者说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态位。我举一些例子以 5G 通信为例，我们知道目前 5G 通信标准仍然在不断的快速演进中，新的协议和功能不断的推出。如果采用 ASIC 芯片，每一次协议更新其实都可能意味着需要重新设计和制造芯片，这不仅成本昂贵，而且相当耗费时间而 FPGA 则可以通过简单的软件更新就可以适应新的协议和标准，不需要更换整个硬件平台，这可以大大延长整个基站的生命周期。再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讨论的新能源汽车的自驾系统，在目前高阶自驾辅助系统中一辆满足 L3 能力的自驾系统往往需要配备10几个摄像头、5到10个毫米波雷达，以及1到2颗激光雷达。事实上呢，在整个自驾过程中整个系统需要同时处理来自于多个传感器的海量信号、图像、点云数据，吞吐量可以达到每秒数 TB。而实际上 FPGA 的硬件并行架构则天然适配这一类高并发、低延迟的需求，尤其是在未来 L4、L5 自动驾驶上， FPGA 在算法验证、协议适配以及异构计算中作用是越来越关键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目前生成式 AI 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个人感觉 FPGA 在 AI 推理和边缘计算领域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有可能成为继 GPU 之后又一重要的 AI 加速器。一方面呢， FPGA 内部拥有大量的可编程逻辑单元，可以实现高度并行的计算，高效的执行 AI 算法。同时，得益于 FPGA 低延迟的特性，特别是在自动驾驶、无人机、机器人、智慧城市等这些边缘计算设备中FPGA 能够实时的数据处理和决策，满足对异构、低延迟和高能效计算的一个需求，其灵活性也能适配不断变化的 AI 模型和算法。是的，简单来说， FPGA 在 AI 推理和边缘计算中已经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未来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目前全球 FPGA 市场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呢？应该说目前全球 FPGA 市场几乎被赛灵思、英特尔、Lattice、Microchip 这4家美国公司所主导。在2024年，这4家公司合计占据着全球大概 90% 左右的市场份额，其中赛灵思更是在近5年间完成了从 30% 到 50% 份额的高速跨越，牢牢占据着 500K 以上高容量 FPGA 中高端市场，并且目前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 FPGA 市场，大概占到了全球近40%左右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边缘计算、机器人、数据中心等场景的需求量还在快速的增长。问题是，目前本土 FPGA 厂商的市占率目前还不足 20%， 且主要集中在28纳米及以下的中低端产品。毫无疑问，在目前情况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 BIS 清单，像 EDA 一样的断供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所以在此时此刻， FPGA 的国产替代的急迫性已经不言自明，无需多言了。那么接下来面对这样的困局，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呢？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上中下策来进行阐述。我们先说下策那就是继续守住低端市场嘛，尽量避免内卷化的竞争。在短期内呢，我们本土的 FPGA 厂商完全可以依托现有的技术能力，继续聚焦于28纳米到55纳米的工艺，低于 100K 的中低端市场，在消费电子、工业控制、LED 显示驱动等领域通过产能和差异化竞争攫取出一定的成长空间。但是要强调的是中低端市场的利润是非常有限的，容易陷入同行的价格战，最终导致研发投入很难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别说可能的 BIS 限制了，目前赛灵思和英特尔已经将部分的28纳米产品降价至中国市场了，
美国厂商完全可以通过技术下沉进一步挤压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中测，由于目前 FPGA 的特点， FPGA 硬件、EDA 工具和 IP 核之间其实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很明显，目前高容量 FPGA 发展的最大挑战依然在于 EDA 软件，尤其是在大规模 FPGA 的布局布线问题上。所以仅仅关注硬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缺乏成熟的国产 EDA 和 IP 核，这极大的限制了整体突围的进展。很明显，未来在稳扎稳打的同时，国产 FPGA 要以28纳米工艺为战略支点，抓住赛灵思这一代产品大概3到5年左右的窗口期，同步攻坚 EDA 工具链、IP 生态与硬件迭代，形成一个三角的协同关系。虽然目前全球 FPGA 的制程正向着16纳米过渡，但是28纳米的产品在成本、性能、可靠性与功耗方面仍然是相对的甜蜜节点，占据着目前国内 FPGA 市场大概60%左右的需求。以大客户为切入点，在28纳米的中高容量市场中加速替代，尽快覆盖工业自动化、边缘计算、5G 小基站等一些核心场景依然非常关键。然后逐步在16纳米的市场占据一定的生态位，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低端加速替代，中端逐步发力，高端完成突破。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上策，或者说最理想的情况，那一定是采取局部突围、以点带面的策略。在 FPGA 这个领域我们一定不能想着一上来就干把大的，把目标定在短期内实现完全的所谓弯道超车、国产替代。应该说这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我们既要认清楚自己的劣势与不足也要抓住我们的优势和重点方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是完全有机会的。比如说在边缘 AI 领域， FPGA 加 AI 的异构计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随着 AI 推理的需求快速爆发，对于低延迟、高能效比的需求是日益急迫的。尽管 GPU 在 AI 训练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 FPGA 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其实在推理场景中正在异军突起。FPGA 可以通过硬件重构适应不断变化的 AI 模型和算法，而 NPU 芯片则擅长固定算法的高效执行。未来通过两者结合，可以实现通用加专用的互补模式，为未来 AI 应用提供强大的、低功耗的、高灵活度的硬件基础。这不仅能够满足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新兴领域的巨大需求，也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方向。再比如说在 SoC FPGA 方向，通过定制化的 AI 加速，也可以满足边缘设备对低功耗、小体积与高集成度的需求。系统级 FPGA 的市场潜力也是相当巨大的。当然，在制程方面，可以通过 Chiplet 技术加上整合本土晶圆厂的能力，弥补上制程上的差距等等等等。简单来说，危机与机遇是并存的。未来当细分领域的长板足够尖锐，当某一类产品做到国际先进，然后由点及面， FPGA 的国产替代也就水到渠成了。今天的视频有点枯燥，但是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总结，希望对大家了解 FPGA 有一定的帮助，希望对大家了解它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